大家好，我是小邱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那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带来的是联想的拯救者 Y9000P 2023款普通版的拆机。这个机器呢，我买的是一个4060版的，有一个 Y9000P 至尊版，那个4080呢没买到。当然了，我自己经济也是一方面的问题啊，所以就暂时先出这个4060的吧。还是按照惯例啊，咱先过一下它的外观。外观的话，这个是它的 A 面 ，A 面其实除了这个 logo 改了一下，整体跟原来的都是差不多的。这一块呢，还是一个凸起的屁股。打开它的屏幕，屏幕的话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窄边框的设计，摄像头这个地方还是跟之前的老款一样，这个地方有个凸起，方便你抠开屏幕。下巴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大。这个是它的 C 面 ，C 面其实拯救者这个机器呢，它的键盘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，尤其是这个小键盘跟全尺寸的方向键比较适合我的胃口。贴纸主要集中在这一块吧。其实这个触摸板感觉还可以做得更大一点，当然这样也行，更大一点做的就更好了。再看一下接口部分吧。先看左侧的，左侧的话，这边有一个 USB 的口，这边是一个 Type C， 其实这边还可以再加几个接口的，这个空间还是很富裕的。后面的话，这里也是出风口，这里是它的电源口，这里是 USB， 这个也是 USB 的口，这个是 HDMI， 这个是 USB-PD， 应该是支持 PD 充电的。这边一个是它的网线口，右侧的话，这边有一个 USB 口，这边是摄像头的开关，这里是耳机孔，这个耳机孔的话留在右边，有的老哥说就喜欢留在左边，这个看个人了啊。其他的话感觉也没啥可介绍。评测之类大家都看得差不多了，机器就不再过多介绍了。还是老样子，在拆机之前呢，大家注意静电的问题啊。如果说你有条件，你买这个我的高配拆机工具的时候呢，给你带的有这个防静电的手环。如果说你没有条件带手环，可以留言给你这个防静电的手套，自己带上拆的话会稍微安全一点。静电这个东西它不是说100%会烧机器，就是说概率性小一些嘛。拆机之前的话，大家还是看一下这个拆机的注意事项。好，那这个拯救者呢 Y9000P 2023款，它整个的后盖螺丝全部都是这个十字的，这里4个加这里2个呢是长螺丝，这里是短螺丝。我们先把这后面的螺丝全部拆下来。如果说你怕弄错顺序的话，你买这个高配给你的有一个磁性板，你可以把它按照这个螺丝原来的位置这样摆放，不吸螺丝的时候放到加磁器里面加一下磁。好，那这样机器的后盖螺丝就全部拆完了。拆完之后，这个机器刚才我拆机电手的时候，我发现了有2个方法，这里我提前说啊，我也不确定后期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更高效的方法，如果后期有的话，你按自己的。我自己机器到手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，我摸索出来2个办法，我都跟大家讲一下。到时候具体你感觉怎么拆好拆，你按照自己的来。先说这个第一个方法吧。第一个方法的话，可以不用吸盘，只用这个撬棒跟三角片这些东西。我们先用这个长撬棒呢，从这里这个出风口这里，出风口这里它是比较软一点嘛，出风口这里呢，把后面的这个盖呢给撬开一个缝。这一步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操作，但是比原来那个老款的整个屁股加出风口包进去的要好拆啊。这里撬开一个缝，你看这样，看到了吧？这里开了，开了之后呢，咱用撬棒或者三角片，或者是这个长撬棒，这个随便你啊，我就随便找一个演示啊，这样一排划过来。这个还是不太好走，我还用撬棒吧，从这边上走。好，然后把机器这样放，这样放之后，这边的卡扣不是没开吗？再继续滑，一直滑到这边出风口，不要用力往里插就行了。好，大概就到这里吧。到这里之后呢，咱换这个三角片往下滑。好了，这边也是，这边也是。如果这个口还没有开的话，咱用撬棒再继续撬一下。这个撬棒其实挺好用的，就是磨损的比较快。刚才不是这里已经撬开了吗？这个边角这里也撬开了，对吧？我们把机器竖起来。注意看，机器呢竖起来之后，就这里嘛，这个出风口这里呢，你就直接一排划过来就行了，这个没啥说的。好，到这里了之后，一般到这里，它这里不会卡的特别死，你这样一排划过来到这里，这里的卡扣基本也开了，我们再用三角片直接到底。好，再把机器调过来，机器调过来的话也是一样啊，也是这里，这里一排划过来，划过来之后到这里呢会稍微费点劲。好，这样也开了，看到了吧？再用三角片这样到底，搞定。然后把机器放平，再把后盖直接往上这样拿就行了。那第二个方法也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到时候以免说这个方法不好使不够高效，我把卡扣全部粘回去。第二个方法的话，我们就不从上面拆了，我们从底下拆，还是跟拆 Y9000K 的那个方法差不多。我们还是从边上吧，一边一个吸盘。这个吸盘的话，你注意，这样是上锁，这样是解锁，先解锁。压下去排空气，那我们先拉这边一个后盖，压住这个边边往上提就行了。好，这样开一点了。接下来拉这边，总体的话力度还是挺大的，不是很好拉。这边也是，往上拉。好，拉开之后我们把吸盘放一边。一般拉开了，大部分的卡扣就已经开了，但是会不会断卡扣，这个我说不准。
接下来注意看这里，这里刚才我捏回去了啊，因为新机器的话你拉开有可能这里是不开的，这边呢还是开了，一排这样往出风口这里滑，这样到这上面就到这个顶部这里嘛，基本上都开了。接下来在这边。这边的话，如果是新机器我没拆过，有可能这边都是还是这样卡回去的，只这里开。那开了之后呢，再从这个就是转角这里嘛，用撬棒直接滑到顶部。好，顶部的话不划开也是能拿开的。然后把机器放平，直接往上掀一点壳子，看这样后盖也能拿开。反正两个方法，你感觉怎么对你的胃口你怎么来。拆开之后呢，这个后盖应该是塑料的，不是金属的。这里呢也有一个防尘网。拆掉后盖第一件事呢，咱先把这个电池给断电。电池的话，插头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先把插头给拔掉。拔插头你可以直接用手，也可以用撬棒。我们用撬棒呢拨住两边的这个电池插头的耳朵，直接往后拨。好，插头拔掉了。然后我们按几下开机键，把主板的静电放掉。好，这样的话机器就安全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机器的内部结构吧。首先呢，可以看到打开之后还是熟悉的这个拯救者的味道吧。双风扇的散热，这边呢是它的内存的盖板，底下呢是两个固态硬盘，这边是原装的固态硬盘位置，这里是无线网卡，这个是给你的从盘的位置。那我就先简单演示一下，到手你自己加装这个内存跟硬盘怎么操作。我先把这个内存的盖板给搞下来。内存的盖板的话，你自己从边上用撬棒这样直接撬开也行。一般我比较省懒事，我用吸盘嘛，吸盘吸上去。好，拿掉了，吸盘吸上去，直接一拉就起来了。内存它原装是2根海力士的。那如果说你自己到手的话，要拆机升级呢，把原装的先拆掉。拆的时候是掰住两边的耳朵，这样内存会弹开。把内存放到这边，这边也是掰住两边的耳朵，内存弹开。好，自己如果加装的话，也是操作一样。它原装是一个海力士的5600的，你装的时候也是这样斜着插到底，这样，然后压下去。这边一个也是斜着插到底，压下去。内存的盖板这个拆法呢就不多讲了啊，随便你。我一般用吸盘，如果说不用吸盘的话，用撬棒也是可以拆掉的。我再给它装回去。两边的这个固态硬盘都是自带散热马甲的，这边呢是你自己加装的固态位置。我们先把它固定马甲的3个螺丝拆掉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全部拆下来。好，拆掉之后呢，拿掉这个固态的马甲。固态的话也是有预留的螺丝，我们把预留的螺丝给拆掉，放到这里。固态加装的时候呢，也是这样斜着插到底。好，压下去，拧回去固定固态的螺丝。它马甲的话自带这个导热贴了，不需要自己加。如果你只是加固态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往回装了，把这个装回去，再装回去3个螺丝就可以了。等一下我还要演示这个拆机清灰，所以这一步我就不装螺丝了，先把它放到这边吧。接下来我把它原装的这个马甲也拆掉，大家看一下这边的吧。这边的马甲也是3个螺丝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拿掉这个马甲。马甲的话也是自带导热贴，这边呢是它的无线网卡，网卡自带的是 AX211的型号，这边呢是它自带的一个固态硬盘。硬盘的话我就不拆了，因为这个硬盘基本上也是不用换的。网卡的话也不用升级了，这个机器差不多到手自己加一个硬盘或者升级一下内存，其他不建议再折腾啥了。我把自己这个固态拆掉，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机器后期你到手如果清灰换硅脂的话怎么处理。机器一般使用久了，它的灰尘会在这个进风口这里，进风口这里有灰之后，你拆掉后盖可以把这里的灰尘刷一下。风扇的话，这里的灰尘也可以刷一下，都刷完了。然后我们用这个压缩气体把这里的灰尘这样，风扇这里都可以吹走。如果是这里的有一些灰尘呢，也可以这样用压缩气体全部吹一下就行了。如果真的是使用久了，那个硅脂也差不多老化了或者是干掉了，那换硅脂的话，这里也简单演示一下怎么操作吧。其实这个整体的拆法跟原来的拯救者都是差不多的。这里的螺丝我先说一下，这个螺丝呢是跟马甲一起的，拆马甲的时候这个螺丝要拆掉了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螺丝，这里2个是白色的螺丝，这2个螺丝要长一点。我们先把这2个螺丝给拆了，它这个磁性板的话就是给你方便分类螺丝用。这2个螺丝拆掉之后呢，我们放在这里。接下来拆掉两边这2个白色的螺丝。好，接下来在拧松散热器上面7个弹簧螺丝。注意啊，这个散热器的螺丝有顺序，拆的时候呢是倒序，装的时候是正序。拆的时候呢是先每个拧松一点，再挨个拧松，不要某一个全部拧完。好，散热器螺丝就拧松了。拧松之后呢，它会把散热器往上面顶一点。接下来拔掉每边的这个风扇插头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。好，再拔掉这边一个。好，然后拿掉这个散热器。那这个的话就是拯救者的2023款的 Y9000P 普通版的散热器。可以看到啊，这个拯救者的新款呢也用了这个液态的导热垫。这个液态的导热垫跟硅脂是不一样的，后期你换的时候呢，硅脂你还是换硅脂，这个导热垫的话你要给它换成这个导热垫，不能混用。
混用的话会导致它这个温度不正常。那等一下我也一并演示一下这个硅脂跟液态导热垫的换法吧。还有这边一个负责给南桥导热的这个小导热垫被我给它搞掉了，我再给它放回去，放到这里的。好，这个机器的话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它这个风扇呢也不是铆钉打死的，注意看，它每一边都有这个小的螺丝，那这个小螺丝固定风扇，那就说明这个机器可以进一步的拆解。那咱就把这个散热器的风扇再拆下来，咱就可以清理的更干净嘛。我先把它原来的硅脂清理掉，后期你拆机清灰的话，这个硅脂呢都要重新涂的。导热垫的话，你可以不用换的这么勤。这里呢，我也简单演示一下，一起给它换掉吧。那我们先把这个 CPU 跟显卡上面的硅脂给它擦掉。擦的时候呢，咱先用餐巾纸把它擦下来。好，再擦这个显卡这边的。好，还有一点擦不掉的没关系，等一下咱用湿巾包再走，再把这边的散热器上面的硅脂给擦掉。这一步我是方便演示，我放到机器上清理啊。如果说你后期真的是使用久了，建议放到垃圾桶旁边清。我把这些擦掉的碎屑呢扫到垃圾桶里。那接下来我再把它的这个液态的导热垫给清理掉，因为后期你自己清灰如果使用久了换硅脂的话，起码有个参考啊。我先说清楚啊，新机器的话你是不需要这样操作的。清理这个液态导热垫呢，其实不是很好擦啊，还是建议用撬棒加这个餐巾纸配合。我们先一点点的来吧，先把这个上面的给铲下来。这个玩意让我感觉跟那个红旗的暗影骑士琴的那个材料倒是差不多。好，接下来把这个显存上面跟供电上面的再给它弄掉。接下来再使用这个餐巾纸把上面的都擦一下，再把这个主板这边呢也擦一下，这个边上还有一点，我用撬棒再给它弄掉。好，这样就清理的差不多了。都清理的差不多之后呢，这边呢其实有一点清理不掉的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咱用湿巾包再把散热器跟主板上面呢再走一下。好，这样就清理的差不多了。这一块还有一点我是实在没办法，我把机器拿过去演示一下这个机器散热器这边清灰应该怎么处理。这个散热器的话可以大拆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还有一点我说下啊，这边还有几个供电的这个导热贴，如果说后期这个东西你也想换，也老化了，对吧？你就买一个这个导热贴，对着它原来的这个大小，用剪刀给它裁切的一样大，替换掉就可以了。这里我就不再演示了，这个就告诉大家怎么用的就行了。接下来来看这个散热器，你清灰主要清哪里？把散热器这样放，可以看到啊，每一边这个风扇啊有5个这种很小的螺丝来固定。我们先用这个小的螺丝刀把这每一边5个风扇的小螺丝给拆下来。好，这样每一边5个螺丝就拆掉了。接下来可以拿掉这个风扇了，看。直接可以分离，这个设计必须给好评。你清理的时候主要清哪里呢？这边出风口，这边出风口，灰尘刷掉，这里跟这里的灰尘刷掉。刷掉之后呢，用这个压缩气体或者手动吹气的，我一般是用压缩气体的比较多，把这里的灰尘这样吹掉就可以了。风扇的话就更方便了呀。风扇的话，由于它本身就可以拆的，你看，你可以拿到这个风扇，把这里的叶片呀，还有这边上的灰尘都可以刷得特别干净。这个也是，都可以刷得特别干净。刷完之后呢，咱再用那个压缩气体这样吹一下。所以这个设计的话必须好评。那接下来呢，咱再把这个风扇给装回去。接下来咱拧回去每一边5个这个风扇的小螺丝，这样散热器就装好了。接下来我把机器拿过来，装回去之前要重新涂这个液态的导热胶跟硅脂，不然的话它会直接高温。硅脂的话还是给它涂这个霍尼韦尔的相变硅脂。CPU 这边呢给它来一条。涂这个硅脂的话，你可以涂平，也可以用那个相变片，就是那个贴的硅脂也行。我一般比较喜欢用涂的，所以这个就看个人了啊，这个没什么好讲的。显卡这边给它涂个叉 ，CPU 这边拉一条。搞定。接下来开始涂它的这个液态导热垫。这个液态导热垫的话，我暂时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法，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糊墙吧。先把它全部挤到这个上面，然后这样慢慢的涂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就把散热器开始往回装。装的时候不要大力直接猛的放下去啊，要轻一点放。先对好位置，两边都对好。好，放正。放好之后呢，开始装这个散热器的螺丝。这个螺丝的话，我先说一下，装的时候先装这几个弹簧的，这几个先不要装。我们先按照正序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每一个拧一点点，把散热器螺丝拧下去，最后再挨个拧紧。好，这样螺丝就拧紧了。我们插回去两边的风扇插头，还有这个。接下来我们拧回去哪两个螺丝？把这两个白色的螺丝给装回去，这两个跟其他位置的螺丝不一样。好，装回去这两个螺丝之后呢，把这两个螺丝再装回去。接下来装回去两边的这个固态的马夹，先把这个装好，再把这个装好。
每一边的马甲呢是3个固定螺丝，我们把这3个螺丝再都挨个拧回去。好，这样差不多内部的螺丝就装完了。检查这个风扇的插头有没有插好，不然的话它风扇不转也是个麻烦事。如果你只是加装这个内存硬盘的话，你就检查一下内存硬盘有没有装好。都装好之后呢，咱再往回装。我们把电池的插头插回去，直接往里推到底。如果不好推的话，我们用撬棒。撬棒推的时候要注意啊，两边都有电子小元件，你不要把这玩意给干掉了，不能手滑。好，推到底了。然后咱把后盖简单的拼一下，看能不能正常开机。卡扣我先随便捏一下吧。把机器转过来，开机。好，键盘亮了，开机灯也亮了。好，拯救者 logo 出来了。哎，这个机器的话，断电之后开机首次还是挺快的，没啥问题，已经正常进入桌面。没毛病，可以，显卡、声音都是正常识别。那我们把机器关机，它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这个纸我还给它放回去。好，接下来把后盖的卡扣都捏一下吧。卡扣都捏好之后呢，咱把后盖的螺丝给装上。这里4个加这里2个是长螺丝，底下这4个呢是短螺丝。好，那到这里呢，这款联想的拯救者 Y9000P 2023款的普通版的拆机升级内存硬盘，还有清灰维护、换硅脂跟导热胶的视频就完成了。那说一下这个机器到手你自己的升级建议吧。固态的话，它自带是一个 1T 的，内存是16G 的。如果你感觉你要多开，你可以把内存直接给它升级到32G 或者是更大。固态的话，它这边不是有一个空位置吗？你给它加一个 1T 啊或者2T， 你看自己的需求加。其他的话不建议折腾什么。这个清灰之类的我也只是演示一下，因为后期你用久了，你肯定要清灰维护的，对吧？这个新机器的话你就不用这么操作了，只看拆机这一部分就行了。那拆机的方法我说一下，从顶部拆也可以，从底部拆也可以，2种方法。我用吸盘也可以拉开，我从上面也可以撬开，2个方法，你感觉哪个方法适合你，或者是你有更高效的都可以按自己的。那视频里用到了这些拆机的工具呢，还有这个清灰的工具，我自己小店里都是有的。那大家后期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都可以到我店里面看一下。那这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吧。如果视频有哪里做的不好或者说的不对的地方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多多指出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